把你们手里活都停下来！今天呢，是我们二少爷留洋归来的大日子，宴请的都是京北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一个个都给我精神点，别偷懒，听见没有？是，接着干活。哎。你个臭乞丐，给我把陀螺捡起来！你个臭要饭的，我打死你！哎呀！儿子，妈妈，快起来！哎呀，没事吧？谁欺负你了？就是这个臭要饭的打我！敢欺负我儿子，你知道我是谁吗？第一，你是谁我不感兴趣；第二，是你儿子先对我无礼。你个大人和孩子斤斤计较，你还有理了你？犯错就要认错，与年纪无关。我还有事，恕不奉陪。哎，站住！你个要饭的，你是看宋家在这设宴，特地跑过来要饭的吧？号外号外！京北女大帅统一京北，凯旋而归！哎，你个臭要饭的，你看什么看？你该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京北女帅吧？巾帼英雄冷月宁带领10万京北军将清越击退，成为民国期间第一位传奇女子大帅。大帅来了！大帅！空中女帅，抱拳凯旋归来！属下已备好庆功宴，请女帅一定赏光。这场仗足足打了3年，我妹妹结婚我都没有赶过去。这次我妹夫即将留学回国设宴，我答应他会出席，绝不能食言。是，属下即刻随您出发。你留下善后。可京北并没有多少人见过女帅的真容，属下担心沿路关卡盘查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正好，我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是谁。帮我准备一身寻常人家的衣服和通行证即可。是，属下马上去办。哼，臭要饭的，赶紧给我滚吧！我告诉你，只有像我这样的，才有资格入宋家门参加宋二少爷的回国宴。毕竟，我可是宋家二少奶奶的好闺蜜。你认识冷月莹？哎呦，一个要饭的，你还认识宋家二少奶奶？啊，也是，毕竟啊，宋家二少奶奶可是京北第一女商贾。阿姨，你这几年一定很辛苦吧？来了怎么不进门啊？去拿过来。哦。哎呀，二少奶奶，你还亲自出来迎接，都怪这个臭要饭的。啊！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姐，没事儿。你刚刚叫我姐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他来人，把他给我撵走。走。二少奶奶，你听我解释，我不知道这个要饭的。不管我姐是什么身份，都不是你能欺负的。带走。走。姐，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成亲的人了，怎么还动不动就哭鼻子啊？你不怕我笑话你啊？我姐才不会笑话我，我姐说过，要永远把我放在手心里宠着。
你要走了，爹也把我们撵出来了。姐，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是孤儿了？你还有我，你怎么会是孤儿呢？阿银，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会一直把你捧在手心。我也不会离开姐姐的。那姐，从小到大，你为了养活我，四处奔波。这次你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走了，让我照顾你，好不好？几年不见，我们阿姨也成为了风靡京北的女商贾。不过我也没有过得那么辛苦，我其实……月银，哼，月银，我回来了。给我吧。坐轮都累死我了，给我准备好洗澡水了吗？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哼。哪来的臭乞丐？赶快给我滚！别挡路。论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声姐。你这个臭乞丐不仅穷，还是个神经病啊！七年，她是我姐，不是乞丐。我不是写信跟你说过了，她今天要来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姐是乞丐？少爷，二少奶奶，夫人让您再去核对一下今天的菜品。姐，我一会儿再过来陪你。你先去忙吧。七年，替我照顾一下我姐。站住！我们宋家没有你吃的东西。我不在乎你们宋家那口饭，我今天来是为了我妹妹。你还真是不要脸啊！没关系，你不就是想要钱吗？拿了钱赶快滚！宋家的门可不是你这种下三滥能进的。我妹妹供你出国留学，照顾你们一家老小，维系你们宋家所有开销，你就是这么对她姐姐？你个臭乞丐，少在我面前说教！是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来人！有。把他给我撵走！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妹妹吗？有你这样的乞丐姐姐，你的妹妹也不配做我宋启年的妻子。你什么意思？臭乞丐！我早在出国时就结识了京北副官家的千金，本来还有些后怕，现在想想也不用担忧什么。等他到了，我就别你的妹妹为妻。七年，七年，我姐呢？你姐说她有事先走了。怎么会？这个臭要饭的肯定早就被撵走了，你就算追也追不上你。姐，这是少爷，姐，这是怎么回事？没事，别担心。你们在干什么？我不是让你去把他赶走了吗？二少爷，那个他，臭要饭的，识相的赶紧滚啊！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就凭你们，还伤不了我。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枪法，我不会看错的。你是兵，可是军中只有男的才能配枪。不，有一个女人有资格配枪。这位女帅，那个女人她二少爷。哎呀，二少爷，沈司令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怕是不会来赴宴。我刘洋就是为了要进入沈司令的麾下，今日务必要请到沈司令过来。都怪我没用，没请来沈司令。你跟我说实话，宋启年对你怎么样？我和7年结婚当天他就出国了，这么多年来，我们连圆房都没有，哪有时间相处？姐，你问这个做什么？那正好，你跟宋启年离婚吧。姐，你说什么呢？哼，宋启年人品有问题，不值得托付终身。你不是想认识沈清川吗？我把他叫过来，正好介绍给你认识。姐，你别开玩笑了，沈司令可是咱们京北的总司令，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商贾，人家根本不会搭理我的。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我妹妹。姐，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你没看到7年还在发愁怎么请沈司令过来啊？那是因为他没本事。我现在就让沈清川过来。赶紧带着厚礼去请沈司令哦，一定要记得告诉沈司令，我是刘洋回来的，十分仰慕沈司令。二少爷，这司令府守卫森严，不好贸然前去。我是刘洋回来的，军中有多少人都比不上我，只要沈司令看见我的诚意，一定会赏光的。告诉沈清川我在这里，让他速来见我。你个臭乞丐，捡破烂捡的脑子坏掉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指使京北总司令？你就告诉他我叫冷月玲，他就明白了。你到底还要他胡言乱语到什么时候？姐，你别添乱了。我是认真的。算了。哎，姐，你去哪儿？我去把这个让人给沈清川送过去，他一看便知是我。哎，他又想干什么？没什么，我姐就是去透透气。要是我有女帅的金币就好。女帅？众所周知，沈司令是掌管京北的人，但是真正统一京北的是女帅，她才是咱们京北真正的主。传闻女帅手里有一枚由纯金打造的金币，贱币如贱人，只要咱们拿着这枚金币去请，就算是沈司令也不敢不赏面子。怎么了？难道我刚刚好像看见我姐手里拿着一枚金币？就你那臭乞丐姐姐还拿金币，我看拿铜币还差不多。你知道女帅代表的是咱们京北的王，就你姐姐那德行还想做女帅，我看只配当个臭乞丐。宋祈年，她再权也是我姐姐。号外号外！来份报纸，给你。帮我去司令府带句话，司令府必有重谢。看到了吧，你姐姐那个大穷鬼是个精神病也就算了，竟然还妄想指使小穷鬼去送死，真是笑死我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一会儿还有不少京北名门要来赴宴，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我在想什么？我姐怎么会是女帅呢？沈司令，
门口有一卖报童求见，说是有要事禀报。让他进来。是，进来。说吧，什么事？有人让我把这个给您带过来。这是让你送金币的人还说了什么？他还说女帅在宋家，等您速速前往。备车。是。臭要饭的往哪儿走啊？不知道这是宋家吗？我是来赴宴的。赴宴？我看你是来要饭的，赶紧滚蛋！姐，少爷，刚才司令府派人来传话，说沈司令稍后亲自来咱们宋家赴宴。我就说嘛，沈司令只要知道我刘洋的身份，一定会看着我的。月莹，咱们快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母亲去吧。我想先去找我姐。你姐算个什么东西？哪有把喜讯告诉母亲重要的？快跟我走。在我心里，没有任何人比我姐姐更重要。我是来赴宴的，你们没有资格赶我走。我怎么没听说我们宋家请了个要饭的呀？其实你要是想进我们宋家要饭，也不是不可以啊。来人，把我给 Lucky 准备的礼物拿过来。只要你把这个带上，我就让你进去，怎么样？你是在侮辱我。你自己来宋家找晦气，我不侮辱你，侮辱谁啊？一个连狗都不如，还谈什么羞辱？这套给他带上，让他知道你连在我宋家要饭都不配。住手！你们在做什么？姐，你有没有事？我还没有那么柔弱。你这么喜欢解套，怎么不自己带上？二嫂，我不知道她是你姐啊。弟妹，今天有误会啊！我们之前只知道你有一姐姐，但没想到你姐是个……我姐姐辛辛苦苦把我抚养成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她是穿戴的没有你们好，但是她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像你这种没有自己赚过一文钱的人，没有资格嘲笑她。姐，你别理会他们，我现在就带你去街上做衣服、买首饰。我的姐姐一定不比他们任何人差。我倒是不在乎那些穿着打扮，况且一个要靠你赚钱养活的三流府邸，确实还没有资格让我理会。我宋家再不济，也轮不到你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来评头论足。这是你姐姐，好大的口气！我姐姐辛苦养大我不容易，就算她真的在外乞讨过活，也都是为了我。而且这件事本就是至于和大哥有错在先，他们不该对我姐姐这般咄咄逼人。算了吧，今天是我宋家设宴的日子，没必要和一个垃圾浪费时间。哼！你们又要做什么？来者是客，没有空手的道理。你姐姐既然来我宋家赴宴，礼金还是要有的。我姐姐是我的亲人，不是客。不管什么人，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不然别人岂不会像我宋家和乞丐一样不懂规矩？七年，快帮我说句话呀！月莹，你姐姐不懂规矩就算了，你不能不懂事儿啊！你让我登门送礼金，你们宋家还不配？臭要饭的，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你妹妹，你连进我们宋家要饭的资格都没有。装什么呀？说到底还是因为没钱。没事的姐，这个钱我来出。你能懂事最好，况且礼金又不多，也就5万而已。5万银元，这是抢钱吗？你是说你跟沈司令副官的女儿？没错，人都已经怀孕了，很快你就能当奶奶了。你这件事情，冷月莹可知道？咱们府上大大小小的支出都靠冷月莹，
我担心我跟他说了以后，他……我们的担忧没错，所以要在沈司令副官的女儿进门前，把冷月银的银子变成咱们宋家的。到那个时候，他冷月银就得乖乖的认咱们摆布。我是来赴宴的，你们没有资格赶我走。外面什么声？还不是冷月银那个臭要饭的姐姐，说什么也要来咱们宋家赴宴。哼，冷月银要想让他的姐姐进我们宋家的门，他就得心甘情愿拿出银子给我们宋家。哼，拿不出来那么多钱也没关系，你手底下不是有好多铺子吗？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也够5万银元了。想自己儿媳的产业，你们宋家的理呢？你妹嫁到我们宋家做儿媳，就是我们宋家的人，她的东西那理所应当就是我们宋家的。月银，母亲也是怕你太过于劳累了，好心帮你经营操劳，你还不赶快谢谢母亲？想霸占我妹妹的财产，你们宋家还不配？好心当成驴肝肺！别耽误时间了，赶快把地契拿出来吧。想要我的产业，想都别想！不拿钱，你姐姐就别想进我宋家的大门。我不进你们宋家的门，是你们宋家的损失。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我弟弟心善，娶了你臭要饭的妹妹，就凭你还想踏入我宋家大门？你们不用这么羞辱我姐姐，我现在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产业都给我姐姐，但是半钱铺子都不会留给你们宋家。你那些铺子，现在可不是你说的算呢。你们是谁？今日我是带着我的女儿来议亲的，过不了多久，我女儿就会嫁给你的丈夫，成为他的妻子。7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月银，小月可是周副官的女儿，正儿八经的名门闺秀，你把你正妻的身份让给她，也是理所应当的啊。宋7年，你怎么能如此欺我负我？冷月银，我可是留洋回来的，又得到了沈司令的赏识，日后必会步步高升的。像我这样身份的人，有个3妻4妾，实属正常嘛。我的女儿不仅身份尊贵，她还是副官的女儿，而且还怀了宋家的孩子。你这个不下蛋的鸡，活该给她腾位置。我不仅会嫁进宋家，你的铺子也会是我的。我的铺子怎么会是你的？我的父亲可是沈司令的副官，别说要你几间破铺子，就算是要你的命，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无耻！一无所有的贱人，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在京北，光有几个臭钱没有，还要有人脉。这才是我宋家儿媳该有的模样。我从未对不起你们宋家，你们怎能如此狠心？我供你出国留洋，为你独守空房，这些年你们穿的戴的，哪样不是我花的银子？就连宋家的家用都是我在补贴，你却将我吃干抹净。你们就是一群养不生的白眼狼。当初你嫁入我们宋家，就应该实打实的服侍我，这才是做一个妻子的本分。但你呢？这些年你无所出，你才不配做一个妻子。我无所出，还不是为了支持你出国留洋？你给我二个好什么好？你不就是给我们宋家花了点钱吗？以为这样就能对我们指手画脚了？真是可笑。你放心，我们宋家是有情有义的。7年和小月结婚后，也不会和你离婚。日后，你便在我宋家做个妾室，仔细的伺候小月和启年就好。
做梦！我姐姐辛苦抚养我长大，不是让我嫁入你们宋家，给你们这群白眼狼当牛做马的。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沈司令一会儿就亲临了，说不定我们宋家还能借此机会，还能有幸认识女帅，就不在这耽误时间了。沈司令可是公正严明，连我父亲的面子都不给，他能来赴宴，新年，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吧？那是自然，日后我的前途不可限量。我们家萧月的父亲听闻宋家今天设宴，特邀请了好多军官前来，估摸着他们一会儿人就到了。我们现在就去客厅，把2个孩子的婚事先定下来。你可以走了，明日我会让启年抽空给你办个离婚手续。不用那么赶时间。今天这场宴席，你们宋家怕是办不了了。今天这场宴席，你们宋家怕是办不了了。这要饭的，你竟敢诅咒我们宋家！冷姑娘，赶紧带你姐走吧，让她继续待在这，只会沦为所有人的笑柄。姐，是我追偶萌性，是我有眼无珠，这样的人家，就算求我也不会再嫁。一会儿还有热闹要看，晚一会儿走也不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在我宋家口出狂言？要我看就穷疯了吗？真把自己当金杯女帅？母亲，咱们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臭乞丐在这里耽误时间。来人，把他们给我撵出去！不用你们撵，我们自己会走。我们今天就站在门口看着，看看有没有人敢来你们宋家赴宴。哼！姐，我们还是走吧。宋家现在都有沈司令撑腰了，我们根本就斗不过宋家。架势。难不成？哎，他不是啊，这。今天你们谁敢进宋家赴宴，我定不轻饶。姐，你疯了吧？这些都是京北的军阀，怎么会听你的？是。姐，他们，我儿果然还是跟周家小姐更般配。我女儿是副官的独女，当然不是那个挂着乞丐姐姐的货色能够比得了的。那个臭要饭的更可笑，竟然还说咱们宋家办不成今天的宴席，还以为他是什么东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掐指一算，军官们应该马上就来了。走吧，别怠慢了贵客。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看冷月影和她那个乞丐姐姐是不是真的在咱们家门口要饭呢。怎么会这样？姐，这是怎么回事？别担心，他们只是在做他们分内的事而已。叔叔伯伯，里面请。对，府上已经准备好了美味佳肴，你们可以尽情享用。在他面前，我算什么贵客？老岳，你太不懂事儿，真正的贵客还没进门，你竟然想让我们先进去，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规矩？既然邀请了如此贵重的客人，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如果因为你而得罪了贵客，我们唯你是问。叔叔伯伯，你们……
难道他们说的贵客是沈司令？有可能。我也没想到那位贵客会突然来访。不过既然诸位已经来了，不如先去里面等。你们两个怎么还不滚？难道还真想在我宋家门口要饭不成？你说谁是要饭的？还不是他吗？穿得破破烂烂的，让人看见就很反胃。你竟然叫他要饭的啊！不过您放心啊，我不会让这群臭乞丐要饭要到您面前，我立马把他赶出去。放肆！你们，各位叔伯，你们这是做什么？他就是一个臭乞丐。叔叔伯伯们，你们怎么这样？母亲，这清北设宴能得沈司令赏脸的有几个？一定是他们知道7年被沈司令器重，所以才这么客气。我就说那个臭要饭的怎么配啊！你这个臭要饭的，拿了钱赶紧滚，不要在我姑爷这儿得寸进尺。孙叔叔，你怎么能打我的母亲啊？你母亲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她面前放肆？他不过就是个臭乞丐，我为什么不能放肆？你这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他要是要饭的，那整个京北的人全都是蝼蚁。父亲可是沈司令的副官，你为了一个乞丐欺负我的母亲，你们等着我父亲报复你！区一个副官，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既然你这么厉害，报上你的大名，好让我们大家伙知道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怎不把我的父亲放在眼里？就凭你还不配让我自报家门？小月，算了，我看他根本就没脸说。可是你还没看出来吗？这些人就是来陪他演戏的。我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办法买通这些人来陪你做戏，但假的就是假的。你的身份要真是那么尊贵，那你为什么穿的这样的穷酸？臭要饭的，没想到你还真有点本事，能让几位军阀配合你打脸充胖子。冷月莹，想必是在我弟弟不在家的那几年，你跟几位军阀不正当的勾结，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陪着你姐演戏呢？像你这样陪人睡觉的贱货，我见多了。你胡说！我胡说没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怪不得在京北有这么多处子，原来是个妓女啊！你刚才差点被你们给唬出了，小门小户出身的阿子东西就是虚伪。冷月莹，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继续纠缠，无论你做什么，我们宋家都不会要你这样的儿媳。哼，瞧瞧你姐姐的德行，就算真的给她穿上女帅的军装，她也只是一个要饭的。真是不要脸呀！连这样的事你都能做得出来，多亏我没有让女儿和你共侍一夫，不然我女儿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冷月莹，这些年你在我面前表现的是那么的清高，那么的矜持，结果你骨子里是如此的下贱虚伪。宋七年，我一心一意对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既然没有做过，那他们凭什么这么帮你？明明就是一个千人整万人骑的贱妇，装什么贞体烈妇呢？你凭什么打我？就凭我喜欢，我乐意，我爱你就可能这么欺负我？给我站住！你要敢放肆，别怪我们对你不敬。没想到你们竟然自降身价与乞丐为伍，我们宋家可是有沈司令撑腰的，待会儿沈司令就来了，我看你们怎么跟沈司令交代。就是，到时候你们别想我父亲帮你们。等沈司令一来，你们都得死，还有你们一个都跑不掉。我会让沈司令把你们卖到妓院去。那就等着看看，看看到底是谁死的难看。这
这一下，看你有什么话说。姐姐，你别担心，一会儿我去跟沈司令道歉。该道歉的人是他们。臭要饭的，不知死活，一会儿当心哭的找不着调。下贱的东西就是嘴硬。姐，我们不能招惹沈司令。招惹？当然要招惹，不招惹你们怎么认识？姐，你真的是你个乞丐，也敢在这里痴人说梦？你连在沈司令面前要饭的机会都没有，还想跟沈司令说媒？既然你这么想说亲，那你去说呀，没准沈司令被你感动了，真愿意娶你那个李广官的妹妹了呢。我妹妹的终身大事，我自然要亲自给沈清川说清楚。那你就赶紧去啊，我们都会祝福你的。其实你这个姐姐也是有优点的，比如不怕死啊。姐，我求你别闹下去了。我没有闹。清川，过来。我跟你说的是沈司令，真不知道你在那轻说什么。我记得清川好像是沈司令的名字啊。你是说这个臭要饭的竟敢直呼沈司令大名？大胆！沈司令的名字也是你这个臭乞丐配叫的，还不赶快下跪磕头赔罪！你让谁跪下赔罪？沈司令息怒，这个臭乞丐总是在我们宋府门口要饭，我这就让他好看。你说他是乞丐，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您当然是高高在上的沈司令了，这个臭乞丐怎么能跟您相提并论呢？趁着沈司令不愿图你一番见识，还不赶紧滚开！我看他是被吓得不敢动弹了吧。姐，我们走吧。我还没给你和清川说清呢，不着急。臭乞丐给脸不要脸，我看你真是活够了。我看你是活够了。大帅，属下来迟，让您久等了。来的还不算晚。这个是我妹妹冷月莹，她在京北从商，你可有听过她的名字？京北第一女富婆，我早有耳闻，只是没想到她竟然是您的妹妹。冷姑娘，在下沈清川。见过沈司令。不用这么生疏，叫我清川就好。对了，你名下的产业我已全部处理妥当，日后在京北再无人敢动你的东西了。姐姐，姐姐，我让你带的话都带到了。带到了。沈司令还亲自赏了我银元呢。那你再去帮我带个话，就说冷月莹名下的铺子被他的副官强占，让他尽快着手去处理。姐姐，你到底是谁啊？竟敢这么指示沈司令？跟你一样，都是人而已。多谢沈司令出手相助。以后叫我晴川就好。沈司令，那我的父亲呢？哎，大家快去看呐！沈司令的副官以下犯上，被拉去菜市口枪毙了。不可能，不是这样子。沈司令，我家男人好歹跟随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那么随心处决他呢？要怪，就怪你们惹了不该惹的人。不该惹的人，谁呀？是你，一定是你！说，你到底对我父亲做了什么？好你个贱蹄子，你看我不打死你！冷月莹，你敢让你的乞丐姐姐打伤我的母亲？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你不得好死！我要打死你！对我妹妹说话客气。我为什么要对她客气？谁不知道她为了讨好权贵，陪多少男人睡过觉？怎么我说中了？是？宋庆年，你赶紧抱抱我女儿，她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骨肉呀！你当时抛弃我妹妹的时候，可有想到现在的下场？这个臭乞丐怎么会有枪？你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要你死。下一个，该轮到你了。元帅，这些人还不配脏了您的手，交给我处置便是。日后，我不想在京北看见宋家任何人的身影。是，劳烦您先上车，等候我片刻。阿英，我们走吧。姐，
你到底是谁啊？傻丫头，我是你姐啊，所以不管是谁，都不能，更不配在我面前欺负你分毫。走吧。母亲，我们该怎么办呀？难道我们真的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敢问沈司令，那冷月宁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的身份，难道这些人没有告诉过你吗？难道他……没错，他就是京北女帅，就连我都要尊称一声大帅。你们几个人，有几个脑袋敢招惹他？望京楼是京北最出名的酒楼，今日我做东，一定不要跟我客气。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还在想宋家那些人？宋家人的死活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姐，我是担心你，做女帅太危险了。姐，咱们不做女帅了行吗？傻丫头，要想在乱世中求得一番安稳，哪有那么容易？好啦，我还要帮你和青刷说媒呢。唉，好久没吃酒楼的饭菜了，我去看有什么好吃的。你们先上楼吧。大帅，您的东西。走吧。臭要饭的，你好大的胆子，敢来这里偷东西！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臭要饭的，你还在狡辩？我没有说谎。臭乞丐，你少狡辩！我们望京楼可是京北最好的酒楼，来这里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赶紧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小心招惹了哪位，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偷东西。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在来了，怎么着？我劝你们对我最好客气一点。我是不是听错了？一个跪在地上求人施舍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对你客气？给我打，狠狠打！哎呀妈的！这是……哎呦，还是纯金的，看来应该很值钱。我劝你赶紧把东西还给我，否则怎么样？你个臭要饭的，在这里吓唬谁呢？哼！啊，你们看，这是冷月银吧？好像真的是冷月银，但为何神态好像和我们认识的冷月银不大一样？你快看，这冷月银是什么穿戴啊？他怎么穿成这样，像个乞丐似的？什么叫像？没听掌柜的说他就是乞丐吗？居然落魄成这副德行，本来今天的舞会还想叫他一起呢，我可不想和臭乞丐坐一起。行了，咱们赶紧走吧。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硬币，它是……少在这里吓唬我，给我打！月银，哎呦，陈小姐，您今天也是来参加我们家小姐举办的舞会的吗？不知我朋友做错了什么，惹得经理这般恼怒。原来这是您朋友，嗨，那没事，都是误会。等一下，把我东西还给我。什么你的？这是我要孝敬我们老板的。我们老板，哎，别说我没告诉你啊，我们老板以前可是女帅的部下。女帅就部，那他还没有资格拿我的东西。这臭气！少往里上贴金，赶紧给我滚！自从你嫁去宋家，咱们便一直没见过。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弄得这么狼狈？你认识我？月银，我知道你是因为落魄，不好意思和我相认。你认错人了。好了，不说了。今日我们在这里开舞会，来的人你也认识，刚好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叙叙旧。老板，这是
您不知道，这是我从一个臭乞丐那里抢出来的。嘿，您不知道，他说什么？您不敢拿他的东西。哎呦，说他现在在哪？老板，您真是蠢货！这东西我怎么会看错？这就是女帅手上的美金币。您是说，他是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还不赶紧给我去找！要是找不到他，别说是你，就是我都得脑袋开花。是。等等，再派人给我准备一份厚礼，越贵重越好。是。这谁呀？大家看我遇见了谁？你把你家佣人带进来做什么？慧君，你看错了，他不是我们家的佣人。瞧他那身打扮，不是佣人是什么东西？不过既然是来伺候我们的，那就别愣着了。刚好我的鞋脏了，赶紧跪下，把我的鞋擦干净。你在跟我说话？陈尤仪，你家这佣人是傻子吗？听不懂人话？我想你是认错人了，我不是。墨迹什么？赶紧滚过来！我告诉你，擦得干净一些，我的鞋可是最新款，擦坏了就是把你卖去窑子你也赔不起。我再说一遍，你就是再说几次，你也是个下等东西。哦，我知道了，你想要钱是吧？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爬过来拿钱干活？慧君，你快别闹了，你仔细瞧瞧，他到底是谁？又脏又臭，看着就碍眼，怕不是身上都长虫子了吧？慧君，人家可是京北第一女商贾。冷月银？你是冷月银？我说了我不是，我是月银。你就别假装不认识我们了。我记得你在京北买了不少的铺子做买卖，怎么眨眼的功夫变成要饭的了？慧君，你不知道，冷月银的铺子早就已经不是他的。竟然有这种事！要怪就怪冷月银自己有眼不识泰山，惹谁不好，偏偏要惹我表姐。前几日我去看望我表姐，我表姐可是亲口跟我说过，要让冷月银好看。你表姐？我表姐就是沈司令副官的女儿。哼，原来你是他的表妹。怎么怕了？你说你贱不贱啊？非要跟我表姐抢男人，搞得产业没了，还被宋家撵出家门，以后只能靠要饭过活，这都是你的报应。你说我跟你表姐抢男人，怎么回事？有瓜呀！冷月银，你真的成继父了。是宋家先对不起阿银。宋家好歹也是个书香门第，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有钱，又怎么会让你进门？再怎么不想承认，你也就是一个弃妇。我要是你啊，就绞了头发去庙里面当个姑子，省得留在京北丢人现眼。就算是去姑子庙，那也应该是你表姐。冷月银，我看你是羡慕嫉妒恨吧？都成弃妇了还嘴硬，冷月银，你真是无药可救。事实就是事实，你现在更应该担心你表姐才对。至于阿银，她已经有未婚夫。瞅你现在的模样，谁能看得上你？冷月银，要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大家相识一场，你实话实说，我们不会取笑你。我说的就是实话。阿银马上就会成为司令夫人。司令？沈司令吗？冷月银，我看你是真的神志不清了。沈司令那样高高在上的人，怎么会看上你？别说是沈司令了，就连沈司令身边的小兵小卒，都未必会正眼看你一眼。冷月银真不要脸！我们念在和你曾经是好友，才愿意让你过来，可你却满口胡言，脸都不要了。我没有说谎。你说的要是真的，又怎么会穿成这个德行站在这里啊？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你表姐。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派人去请我表姐过来。来，去给周家大小姐传个话，就说我有要紧的事情找她，切记让她速速赶过来。周家现在正在办丧宴，你表姐怕是来的不会那么快。冷月银，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表姐家好好的，怎么可能办什么丧事啊？说别人之前，先好好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说到底，你就是一个跪在地上求别人可怜的死杂碎罢了。我说了，我不是乞丐，我是……今日大家都难得相聚，大家都少说几句吧。我记得以前咱们吃喝玩乐时，就属冷月银最忙，整日在名下几家铺子来回奔波，结果忙来忙去，现在都忙成别人的东西了，把自己给忙成了一个伸手要饭的乞丐。我是穿着不如你，但这并不是你们针对我的理由。京北城中贫苦之人不在少数，但他们都在努力活着。你们不过是投了个好胎，没有资格嘲笑努力活着的那些人。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投胎比你好。我一天花出去的钱，你就是要1个月的饭也要不来。钱在你那儿可能很重要，但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一些数字。冷玉银，你在装什么？你以前不过就是跟在我身后的一条贱狗而已。你什么意思？还在装傻？装傻也没用，在场的人你哪个没讨好过？当初我生病时啊，就是冷月银陪在我身边照顾我，比我家的佣人还要贴心。记得我过生日时都没有邀请冷月银，可他还是巴巴的跑过来，给我送了一堆我用不着的东西。连我家的佣人都不敢靠近我，你不怕被传染吗？我从小就被爹娘遗弃，我很清楚这种滋味。你放心，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就不会对你不管不顾的。你来做什么？今天是你生辰，我呀特意来为你庆生的。你还真是喜欢倒贴呀。从小到大，我爹娘从没有记得过我的生辰，我太明白那种生辰被人忽视的失落感。但好在有姐姐为我庆生。慧君，虽然你没有姐妹，但以后我年年都会为你庆生的。好了，大家都少说几句。说起来，冷月银也是够可怜的。谁不知道他娘改嫁没多久，他爹就把他撵出家门了。从小就他跟他姐姐相依为命。他姐？不会跟他一样也是个臭要饭的吧？月银，其实大家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就是觉得你以前特别能吃苦，不过是在可怜你罢了。可怜我？你们也配？阿银自己淋过雨，便想给你们撑把伞，他推己及人，给你们送去温暖，你们却把他的真心踩在脚下，把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你有本事再说一遍。我说，你们活成这样，还真是无耻可悲。周斋小姐已经到楼下了，听见了吗？我表姐到了。我看你见到我表姐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冷月银，你现在一定很害怕吧？害怕也晚了。不过看在你以前给我们当狗的份上，等你被人家表姐给打死了，我们会帮你收尸。在京北还没有人敢要我的命。冷月银，你还真是不要脸，到现在还嘴硬。你这么激动做什么？越是低贱的东西，就越是喜欢装模作样。毕竟浑身上下就只剩下不值钱的骨气了。我要是穷，那你们是什么东西？月银，你就别嘴硬了，你现在这个样子，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我劝你就别装了。我说的是实话，只是你们不信。月银，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太让我失望了。让你失望，你也配？月银，你别嘴硬了。慧君的父亲可是这家酒楼的老板，你赶紧跟慧君好好认个错，求个情，让慧君给你找个活计做做。给我介绍活计？我家这酒楼在京北可是响当当的存在，怎么？难道你还觉得我父亲不配指使你？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你，表姐这儿。表姐，你总算是来了。你到底有什么着急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我家？姐，有人对你不敬，他说你家有人死了。这话是谁说的？就是他。冷月银，你少在这里装死！你没瞧见我表姐都到了吗？你倒是说话呀！你刚刚不是挺能说会道的吗？还是说见到我表姐来了，太心虚，忘记怎么说话了？
表姐，你这是做什么？谁让你这么跟他说话的？表姐，我可是在帮你。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表姐这是怎么了？他是冷月莹啊，就是你说一定会被宋家扫地出门的冷月莹，他现在就是个臭要饭的。连他是谁你都搞不清楚，我看该反的应该是你。他不就是冷月莹吗？瞎你的狗眼！对不起，我表妹她不认识你，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我表妹的事情而迁怒于我。此生我真的好不值钱啊！表姐干什么要给一个穷鬼下跪？你不是亲口跟我说过，冷月莹就是一个贱人，你一定要给她一个教训，让她以后再也无法在京北立足吗？闭上你的狗嘴！表姐为什么会这么怕她？她现在就是个臭乞丐、杂碎、贱人！都闭嘴！贱人，表姐！对不起，请你大人大量原谅我们这一次。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别让你表妹在这嚷了，吵得我头疼。是。表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闭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酒楼确实不错。到底是谁？他不是冷月莹还能是谁？冷月莹，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好心把你请过来，你非要把场面弄得这么难堪吗？难堪？有吗？我觉得挺好的呀。冷月莹，你少在这里得意。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吓唬住了江晚初的表姐，但你吓唬不住我。这里可是我家的酒楼。所以呢，冷月莹，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我父亲将你给撵出去？你就这么确定？你父亲来了，被撵出去的一定是我。好，你给我等着！来人！没想到女帅竟能大驾光临，一会儿见到女帅，还请沈司令能为小人美言几句。女帅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要是你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算是我，也帮你说不上话。我姐是那么厉害吗？这是自然，在咱们京北，谁不知道女帅的威名啊？当年要不是女帅救了小人，小人哪有命在京城开酒楼啊？老板，沈司令，您看，到底什么事儿非要这个时候来打扰？你知不知道里边坐的可是沈司令？老板不好了，小姐被欺负了。什么？敢欺负我女儿？我看她是不想活了，给我多叫几个人，跟我去看看。对，我父亲一会儿就带着人过来。冷月莹，我要是你就自己滚出去，省得一会儿被扫地出门时，连仅剩的穷补气也没有了。这么说，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很害怕、很慌张？知道怕了还不赶紧滚！月莹，你太不像话了，赶紧跟慧君道歉啊！我给他道歉，不是你道歉，难道是我们吗？沈月莹太过分了，好好的舞会都被你给搅和了。沈月莹，我劝你识趣点，赶紧跟慧君道歉。别怪我没提醒你，慧君的父亲可是女帅旧部的人。女帅旧部？瞅你这没见识的样子，连女帅都不知道，那可是我们京北的王，统领10万大军，就连沈司令见了女帅都要行礼尊称一声大帅。以前在军中时，女帅可是很照顾我父亲。照顾你父亲？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知道？还是说你其实不是在京北要饭，而是在军中当乞丐？我确实在军中任职。你说什么？冷月莹，你哪来的脸呢？你以为军中那是什么地方？就是你跪在地上求人家要你，人家也根本不会看你一眼。我看他该不会是脑子不好了吧？精神不好就去住院，在这里抽什么风？月莹，快别胡说，我都快听不下去了。我父亲可是许诺过我，等他再次见到女帅，就把我送到女帅身边侍奉。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女帅的人了。真的吗？慧君，你到时候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呀！还是我们慧君厉害，不像某些要饭的，都穷得满口胡说八道。是啊是啊，我也想有机会能一睹女帅的风姿。月莹，你都听见了吧？慧君的父亲真认识女帅。说起来，我好像确实认识一个姓爽。恳请大帅留步。大帅在战场上曾经救过属下，属下虽已退役，
但对大帅的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日后若有机会，属下定送上独女侍奉在你身边，为我们唐家偿还这份恩情。我想起来了，我确实认识你父亲。你认识我父亲？魏君，你刚刚不是说女帅认识你父亲？如果月莹真的在军中认识你父亲的话，难道他就是女帅？就他，女帅？陈尤仪，我看你也被传染成精神病了吧？魏君，你可千万别跟一个傻子较真啊！我看他是穷出幻觉了。你有时间啊，还是去医院看看。我可听说京北军是个很严格的地方，可别让人看出来你是个穷疯了的傻子。第一，我妹妹不是傻子，她现在是你们望尘莫及的存在。第二，我确实认识你父亲，他曾经跪在我面前。够了，冷月莹，你少在这装疯卖傻。你知道以前我为什么会让你当我朋友吗？那是因为你听话。不过现在呀，我把你留在身边，却当是养一条听话的狗了。可惜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就连留在我身边当狗的资格都没有。很快，你就会为你说过的话后悔。后悔？我怎么可能会为了你一个废物后悔？实话告诉你，你就是个贱货，是个只知道装疯卖傻的死贱人。你敢打我！冷月莹，你冷月莹，你怎么？你们也想和他一样？冷月莹，你疯了！慧君的父亲认识女帅，等慧君父亲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那就等着，看看他是怎么不放过我的。疯了！你真的疯了！你跑什么呀？母父，和我没关系，慧君不是我打的，不是我。什么？还敢打我女儿？我看她是活得不耐烦了。谁把我女儿给打了？父亲，你总算来了。怎么样？要不要我先派人送你去医院？我没事。你现在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怕了也晚了。冷月莹，你这个贱人，我今天一定要让你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到我满意为止。冷月莹，父亲，你看这个贱人，他还敢欺负我！欺负我女儿，今天我让你……唐建安，好久不见，您还真是养出了一个好女儿，不光污蔑我妹妹，还扬言要我跪下给她磕头认错。我记得你说要让你的女儿孝敬你，你就是这么来孝敬我。敢对我父亲不敬，冷月莹，你这个贱人，我今天一定要让你死！父亲，你这是在干什么？你给我闭嘴！赶紧跟我一起跪下来认错！父亲，是他打了我，我们为什么要给他磕头认错？打你，能够被他打那是你的荣幸。父亲，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你该不会以为他还是京北女上蛊吧？他的铺子早就是别人的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臭乞丐，一个靠着要饭过活的贱人。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要饭，他怎么可能会要饭？他要是要饭，咱们整个京北都得跟着不复存在。父亲，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臭要饭的而已，他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啊？要是不想我们全家跟着你一起陪葬，你就赶紧跟我一起跪下来磕头认错。父亲，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呀？你可是女帅的舅父，而他只是一个臭乞丐，一个整日只能跪在地上祈求别人施舍的废物。
你说谁是一个只知道祈求施舍的废物？沈司令，真的是沈司令！没想到我还能有机会和沈司令离这么近。沈司令？哎，这个是沈司令的话，那站在沈司令身边的又是谁？唐慧君。你是冷月吟？那他到底是谁？他是谁？他还能是谁？他就是那个救了你的，他就是那个连沈司令见了都要行军礼的女帅，京北的王。什么？姐，有没有事啊？我没事。你今天和青川逛得开心吗？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我的事儿？都怪属下教导无方，还请您大人大量，饶我们一命。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你就是女帅。冷月吟，要不劝劝你姐，不如就算了吧。是啊，冷月吟，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是真的认错人了。冷月吟，咱们还是朋友，要不你就算了吧。唐慧君刚刚说我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替我姐说话？现在知道我姐姐身份了，你们便想起来你们和我是朋友了。还需要属下把他们全部处置掉。大帅饶命，饶命啊！都是唐慧君的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是啊，都是他的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你们生来就比别人命好，而你们却仗势欺人，拜高踩低，嘲笑那些努力想要活下去的人，随意践踏别人为你们付出的真心。想活命的话，以后都离我妹妹远一点。你们这种人，不配做我妹妹的朋友。走吧。大帅，属下有件事情跟您讲，可否介意不说话？姐，你们两个先聊，我出去等你们。爹，没想到我儿子刚从军校毕业就能跟陈家独女订婚，真是有出息啊！我儿子那当然优秀，根本不是那两个女儿能比的。好端端的提那两个赔钱货干什么？他们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女儿。一会儿媒婆来了，都给我好好的表现，我好卖一个好的价钱，省得你们俩在我这吃闲饭。爹，我和姐姐不想这么早就嫁人。什么？老子可没闲钱养你们两个赔钱货！我告诉你，一会儿要是媒婆没相中你们俩，老子就把你们卖去窑子，听见没有？让你说，打死你！打死爷，我有个同学是沈司令的部下，我可是听说女帅就在这家酒楼吃饭。哎，我最崇拜的就是女帅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为她效力。这有什么难的？我帮你去引荐女帅。爷，人家是女帅，咱们什么身份啊？怎么可能会见我嘛？你懂什么？我听说啊，女帅最惜才，以前有不少草根莽寇就是因为受到女帅器重，如今在军中做得风生水起。放心，我儿子是京北军校毕业的，他一定会赏识你的。你，冷月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地方也是你该来的吗？原来在你心里，我和我姐竟是这样的不堪。你们姐俩就是两个赔钱货，难道我说错了吗？在家时，你不是整日打骂我和姐姐，
就是想尽办法要把我和姐姐卖了换钱。现在你都已经不要我们了，为什么还要当着别人的面侮辱我们？哼，打你！我可是你老子，别说打你，打死你也得受着。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爹？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爹！好啊，长大了翅膀硬了啊，学会顶嘴了是不是？你们大家来看一看，她是我女儿，这么多年不但不在我眼前尽孝，而且还骂我这个当爹的。你们给我评评理，当女儿的竟然骂自己的父亲，太不像话了。穿的倒是人模狗样，没想到是个白眼狼啊！女儿家的竟如此不孝，以后哪有婆家敢要呢？他根本就没有管过我们，算什么爹？我和姐姐能有今天的出息，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有出息？你再有出息，能有我儿子有出息吗？我儿子可是京北城军校毕业，现在马上就要和富家千金订婚了。你儿子在我姐姐面前什么都不是。你儿子不是崇拜女帅吗？但我告诉你，只要没有我姐姐点头，你儿子这辈子也别想巴结上女帅。你怎么不干脆说你姐就是女帅呀？啊，我姐。行了，别在那儿吹了。如果你姐真的认识女帅，我冷字倒着写。爹，你不是说帮我找女帅吗？你看他哪有半点女儿的样子？你还跟他浪费时间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女帅还在不在了。好，我这就去。别说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没你，过2天我儿子就要跟富家千金在京北城最好的美林大酒店订婚，届时京北城的达官权贵都将赏脸，记得一定要穿得体面一些，我好给你引荐一些达官权贵，结识一二。到时候你姐有空的话，顺便把她也带上，让她见识见识。就怕到时候那些权贵连看都不用看他们一眼。爹，你是怎么了？没事，你跟你娘先进包房，我去帮你找女帅啊。掌柜的，我听闻女帅在里面吃饭，女帅刚出去，你没看到吗？啊！好端端的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姐，我看到爹了。同在京北，你能遇见他不稀奇。姐，你说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就只是因为我们是女孩？身为女儿身并不是我们的错，是他不配当爹。5日后，美林大酒店，这倒是巧了。就在刚刚，我已正式和大帅提亲。我和大帅商量之后，决定5日后将我们的订婚宴也设在美林大酒店。这些年我带兵打仗，倒是忘了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既然我们跟他这么有缘分，5日后我便让他尝尝被自己女儿嫌弃踩在脚下是什么滋味。姐，要不还是算了。你忙着订婚就好，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吃住我已安排妥当，还望大帅不要嫌弃。来，谢谢。以最快的速度来见我。大帅请放心，属下马上派人出发。冷月凝，
没用的东西，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妈妈别走，妈妈别啊，那女的跟你长得好像，不过瞧这样子，像是乞丐。哎，我听说你有2个女儿，难道是真的？冷月你还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活不下去就去死，非要当乞丐要饭，弄得我现在要跟你一起丢人现眼。不是我说，你女儿都去要饭了，你这当娘的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来，走走走，我们陪你一起去找你女儿，好好聊聊。来，哎。母亲，儿子，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可是女帅身边的副官。你儿子这么厉害，怎么也不帮帮你那要饭的女儿啊？你看看你女儿，哪里还有女儿的样子呀？要我说啊，不如让你儿子给你女儿学一门好亲事嫁了，省得天天出门要饭，丢人现眼。母亲，什么女儿？哎呀，还不是我之前肚子不争气，生了2个丧门星。哎，对了，儿子，你不是在军中吗？怎么来这儿了？我是奉女帅的命令，特意来这里见他的。你是说，女帅在这儿？没想到我们有生之年也能见到女帅。我们要是见到女帅，以后所有人都会多看我们一眼的。你儿子那么厉害，他把我们给女帅引荐引荐。我儿子现在可是女帅身边的红人，女帅多少都要卖我儿子点面子。走，现在我带你们去见女帅。放肆！你们是什么东西？也配打扰女帅？别说我没有警告你，要是惊扰了女帅，别说是你们，就是你们全家人，在京北再无立足之地。儿子，你这么说，我也见不到女帅了。母亲，过几日，女帅的妹妹和沈司令会在美林酒店订婚，我到时候带人负责维持秩序。到时候我找个机会，亲自为你引荐女帅。好的，儿子，都听你的。嗯。冷月宁是女帅。车来了，你还要发呆到什么时候？哼！得意什么？儿子厉害，还不是有个要饭的女儿？就他那个女儿，也豁得出去，伸手要饭，这想想都丢人。一个没爹没娘的丫头，除了要饭还能干什么？难不成去当女帅吗？时间还早，不如咱们再进去喝点茶。行。切记，我妹妹订婚那一天，不能有任何的差池。是，是。他们叫那要饭的什么大帅，他竟然就是赫赫有名的女帅，京北的王。是。来，在看什么呢？我姐一早就出门了，我还以为我姐早就到了。女帅一会儿就到。月影，你先进去等我，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一下。好，你忙你的。冷小姐，小人是司令府管家，请您这边走。这小提琴
做得好精美啊！沈司令交代，这是今日一位极其尊贵的客人亲自为您挑选的订婚礼物，希望您能喜欢。姐姐，一定是姐姐。姐，你看，这可是京北最名贵的小提琴，听说，是国外的大师手工制作而成，光是小提琴弦就要100大洋一根，整把小提琴的价钱更是贵得离谱。你喜欢？姐姐供我学小提琴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我不能这么不懂事。我就是随口一说啦，走吧，姐。哎，你不要考虑钱的问题，你要真的喜欢呢，姐送你。不过找人从国外现做，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可能过几年才能送给你。还以为姐姐是在哄我，没想到姐姐真的为我定做了一模一样的小提琴。不要脸的东西，谁准许你碰我的小提琴的？你女儿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难道连别人东西不能碰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吗？冷月银，你怎么回事？这小提琴明明是我姐姐给我的，你姐给你买的。你知道这小提琴多少钱？就是给你姐卖了也买不起这小提琴。今天是我订婚的大日子，这小提琴一定是我父亲给我准备的礼物。我姐买得起，我姐她是女帅。哼，说你姐是女帅，真是笑死人了。你怎么不说这小提琴是你女帅姐送给你的？说到女帅，我父亲曾经目睹过女帅的英姿，听说女帅英姿飒爽，雷厉风行。就她姐，估计连女帅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吧？不是的，我姐她真的是女帅。就瞧你这德行，应该是第一次摸小提琴吧？这么高级的东西，估计你连声都弹不出来吧？这明明就是我姐姐送给我的订婚礼物，而且这个宴会厅是我姐姐提前包下的，是你们走错了，你们的宴会厅在那边。为什么打我？撒谎成性的东西，我当初是怎么教你的？这位是陈家的千金，也是我儿子的未婚妻，她的一根头发都比你浑身上下加起来值钱。你说她走错了？哼！你知不知道，要不是我跟人家说情，你今天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里。她是你的儿媳，可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是什么身份，也配跟我家儿媳比？是你自己手贱，弄坏了我家莹莹的东西。我看你啊，就是又没规矩又没教养的穷酸货。就算被打死，哼，也是你自己活该。这明明就是我姐送给我的礼物，和她有什么关系？就因为她是富家名媛，你们就认为是她对，是我错？没错，就因为我有钱，你在我面前就什么也不是。真是好笑，你竟然敢说这小提琴是你的，连撒谎都撒不明白，真是个废物。今天的来宾有一半都认识莹莹，不像你就是个赔钱货。你要想继续留在这儿，就马上跟莹莹道歉。算了，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我还有事，恕不奉陪。哎，弄坏我家莹莹的东西还想走？没门儿！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对我家莹莹道歉，你哪儿都别想去。来人，走！我又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要道歉？错的人明明是他，而且我今日站在这里，也不是因为你们，是沈司令请我来的。沈司令，我看你是疯了。我没有疯，没疯就不要在这胡说八道。沈司令什么身份？人家怎么会请你这个下贱的东西？你说话客气点，
我有能力自己在京北立足，而且我姐……你还要在这里撒谎撒到什么时候？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那些事情吧？我可是听说沈司令都亲自陪着女帅去找你算账了，我还听说你早就被宋家撵出来了。沈司令和女帅根本就不是去找我算的账，沈司令是我姐请来帮我的，而且出事的是宋家和周家，跟我没有关系。你说什么？宋家和周家出事的事情，在京北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们要是不信，大可以去问一下便知。没错，我确实也听说宋家确实有人死了。还有周家，好像是周副官以下犯上，招惹了女帅。周家是疯了吧？敢对咱们京北的王都讲？周家招惹了女帅？难道你姐她是？我早就说了，我姐她是……队长，有个人没有邀请函，想闯进来。什么人这么大胆，连六国饭店都敢硬闯？他说他叫冷月宁。我看他是不想活了。所有人，跟我一起出去看看。走。我记得你另一个女儿是叫冷月宁吧？没错，我确实有个女儿叫冷月宁。把你姐吹得那么厉害，结果还不是连这里的大门都进不来啊？不是的，我姐她刚刚说的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了，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还以为你姐是什么厉害的人物，没想到她什么也不是。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姐。都要被扫地出门了，还在这里强撑。你和你姐就是两个废物，两头扶不上墙的烂泥，难怪当初你爹不要你们。我看你们就是活该。我姐她不是烂泥，不要脸的东西！赶快给莹莹道歉，听见没有？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我得赶紧去看看姐姐那边有没有事。对不起。等等，你又要干什么？给我道歉，必须下跪磕头。我已经道过歉了，你别得寸进尺。我是富家千金，而你只是个蝼蚁，是个杂碎。你惹我不开心了，你就有罪。我想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爹，你就这么任由他们欺负我？我知道，我和我姐一直都被你嫌弃是女孩，但是我们身体流的一直都是你的血啊！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女儿，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一点礼数和教养都没有。明明是她先碰了莹莹的小提琴，现在她还有理了。你父亲什么意思啊？连这点小事该怎么办，还需要我教吗？冷又雪，今天这事儿，你父亲要是办不明白，咱们这婚也别定了。啊，姐，你就眼看着莹莹因为这个赔钱货置气吗？你放心，我马上让他给莹莹道歉。这还差不多。爹，你要干什么？你和你姐姐就是两个赔钱货，从一出生就是被众人耻笑的对象。今天你还想祸害我的儿子和儿媳妇，没门儿！不是这样的。别说是你，就是你姐姐站在这儿，我让她跪下，她也得跪下。赶快给莹莹跪下，快点跪下！哼。瞧你穿的人模狗样的，怎么听不懂人话？这里可是美林大酒店，是你能擅闯的地方。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儿的客人？切，年纪不大，吹牛逼的本事倒不小。臭娘们儿，既然你不识抬举，别怪我不客气了。住手！大帅，都起来吧。你，大帅，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哼，他应该比我更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全部拿下！是，走，过来，进去。不，这不是保安队长吗？他怎么被抓走了？你看他们都穿着军装，那是京北军。难道女帅也来了？女帅在哪呢？
我也要去看。简单处置一下这些保安就行。今天是我妹妹的订婚宴，我不想闹出太多事情。是。大帅。属下有个不请之请，属下的母亲非常仰慕大帅，希望能借此机会瞻仰大帅的风姿。大帅恕罪，是属下自作主张，属下该死。算了，看在你跟随我多年的份上，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属下叩谢大帅。大帅，一切已准备就绪，就等您亲自过目了。好。哎呦，就差一点儿，我就能见到女帅的真容了。你放心，女帅不是进会所了吗？兴许一会儿就能到我们这儿来。不知道谁这么有面子，能请动女帅前来。我们陈家在京北也是有些脸面的，一定是父亲偷偷将女帅请来，打算给我们一个惊喜。宝贝儿，你父亲可真厉害。让我去看一下。就你也配瞻仰女帅尊容？女帅可是看在我岳父大人来的份上才来的，你想看，就是得继续跪在地上求我们家莹莹。跟这种人浪费时间干什么？你想见女帅还不简单？我拉的小提琴在整个京北都是屈指可数的，我现在就去拉奏一曲。女帅要是听到了，一定会顺着琴声过来的。什么呀？原来不是女帅。你知道什么？那可是贺老板，他可是京北电影公司的龙头，从他手包装出来的明星都大红大紫的。你就是你。我？他该不会是要签你吧？莹莹拉得这么好，贺老板过来肯定是签莹莹的。可惜我们莹莹根本就不缺钱，跟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穷酸货不一样，根本不屑什么明星。刚刚拉小提琴的那是我儿媳妇儿，你觉得她拉的怎么样啊？惊为天人。我是没有想到啊，在京北竟然有人能将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演奏的这么好。我们莹莹5岁就开始学琴，教我们莹莹的老师可是大师级的人物孔先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们公司来一下，我想邀请您为我的新电影配乐。其实我并不屑这些，但您要是强烈邀请的话，或许我可以考虑。这个是我的名片。哎呀，这刚刚这个拉琴的才是我儿媳妇儿，你是不是搞错了呀？你的儿媳妇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刚刚听到你演奏的美妙的乐曲，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就想，如果这首曲子能够跟我的电影结合到一起的话，那我的电影岂不是会大卖？你一定是搞错了，刚刚小提琴不是他拉的，是我家儿媳呀。我没有搞错，我的助理先我一步到达此处，他明确地告知我听到的就是出自这位小姐之手。你竟然真的会拉琴？你什么时候学的？你怎么有闲钱学这个？这个小丫头确实会拉小提琴，我刚刚亲眼看到的。什么小丫头？人家可是咱们京北第1女商贾冷月吟。
没想到他竟如此多彩，一点都不比别的千金名媛差。就算他会拉小提琴又怎样？说到底还不就是个小偷。齐老板，您当真要跟这样的人合作吗？小偷？没错，你说你看到他拉小提琴，但是那小提琴是我未来的岳父大人给我未婚妻买的生日礼物，他没有经过我们任何人的准许，就私自碰别人的东西，他不是小偷是什么？哼！就算小提琴拉得好又怎么样？人品连猪狗都不如。你们诬陷人！这小提琴明明是我姐给我的礼物。你姐送的？我刚刚亲眼看到那小提琴上有我老师的亲笔签名，我老师可是小提琴大师孔先生，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估计连我老师都没见过，那分明就是我的东西。你姐要那么有本事，刚才也不会被扫地出门。你们姐俩几斤几两，别人不知道，我这个当爹的还不知道吗？就算把你姐卖了，他也买不起这么名贵的东西。瞧你呢，也有几分姿色。要不这样吧，我呢介绍一个窑子，你和你姐呀两个人去卖，没准啊10年8年的真能买得起。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姐？一个臭要饭的而已，出去卖也比这赚得多，穷逼被骂也是活该。娘，我姐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别叫我娘，我可没有你们两个丢人现眼的女儿。你来干什么？我儿子现在是女帅的副官，听说今天女帅会亲临现场，我可是沾了我儿子的光，特地来拜见女帅的。副官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女帅身边的一条狗。当年要不是因为你生了那2个赔钱货，哼，我至于让人指指点点这么多年吗？能生出这2个丧门的东西，你也有责任。你们这么过分，我和姐姐也是你们的孩子，从小到大，你们只会打我们、骂我们，就算现在不要我们了，为什么还要一直羞辱我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说我们这辈子做过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了你们的女儿。你在这里鬼叫什么？丢不丢人？看看你现在这个德行，跟你那个废物姐姐一样，就是2个废物。您放心，今天我一定让月莹的订婚宴轰动整个京北。做得很好，我父亲他们一家一直都看不起我妹妹，那我就要让我妹妹彻底成为他们连仰望都仰望不到的存在。是，阿姨，姐姐一定会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悔恨终生，让他们知道失去咱们才是他们最大的损失。好了，我现在要去拜见女帅，没工夫在这儿跟你们浪费时间。哼！冷月宁，你怎么在这儿？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不是我一个当母亲的说你，这也是你能穿的？你穿成这样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以为你穿成这样，别人就闻不到你身上的穷酸味儿？不知道你是个臭要饭的了吧？要饭？别装了，我早就知道你现在正在要饭。你身上的这身衣服，不会是偷来的吧？在京北，还没有谁的衣服是值得我偷的。你一个臭要饭的，哪有钱买这样的衣服？不是偷的，还能是什么呢？哼！以前你就看不起我和我妹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你只想着指责我和我妹妹哪里做的不对，那你呢？你没有尽到一个母亲该尽的责任。我是你母亲，你怎么跟我说话的？别在我面前提这2个字！嘿，你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你好大的胆子！哼，我儿子可是京北军，不知道比你优秀了多少倍。要是让我儿子知道你敢这样对我，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京北军，
属下有个不喜之行，属下的母亲非常仰慕大帅，希望能借此机会瞻仰大帅的风姿。原来那个人是你儿子，没错，他确实在金北郡。一定要谨遵女帅的命令办事，女帅的威严不可质问，就连我在女帅面前要夹着尾巴做人。你们当中，要是胆敢有人惹怒了女帅，那就是自寻死路。是。这都什么时候了，母亲怎么还没来？那是。你也配知道我儿子？让你失望了，我确实知道你儿子，不过被我认识是他的福气。别在这里跟我儿子攀关系。就你的身份，无论你怎么跪舔我儿子，我儿子都不会多看你一眼。你说反了，如果真要见了面，跪在地上的那个人应该是你儿子，而不是我。不过借你吉言，从今往后，不管你儿子如何跪舔我，我都不会再多看你儿子一眼。母亲，儿子，我告诉你，我儿子来了，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要是你死不悔改，我儿子一定不会放过你。好啊，那就一起在这儿等着，看看他是如何让我好看。好好好，你给我等着。儿子，母亲，你怎么才来啊？你知不知道女帅愿意接见你是给了我多大的面子？你怎么能让他等我们呢？真的，女帅答应见我了，还是我儿子厉害。哼，好了，咱们快去吧。要是惹怒了女帅，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快走吧。儿子，等等。嗯，去见女帅之前，你得先帮我处理一个上门星。他不但敢挡我的路，还大言不惭地羞辱你，说让你跪在他脚下跪舔。什么？让我跪舔？我看他是不想活了。哼，他人就在那儿。哼，看见了吧？我儿子带人来了。我告诉你，等会儿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一会儿你要是跪在脚边求饶，我也帮不了你。我当然知道跪你没用，以前我和我妹妹经常跪在你面前过，可你是怎么做的？爹娘，我们衣服也洗好了，地也扫好了，可不可以让我们吃点饭？我们饿。什么？哼！两个赔钱货也配吃饭？滚！可是妹妹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没吃饭？我让你吃！我让你吃！让你吃！求求你不要让爹再打了！还不是你们两个不争气，没有一个来饭。看着你们吃饭，赶紧给我滚！别耽误我吃饭。怎么吓傻了？你真的以为你儿子一定比我优秀？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你不配提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和你妹妹加在一起，也不配给我儿子提鞋。不配的是你儿子。放了！竟敢对我母亲不敬，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儿子，母亲，把他给我围住！是。哎，女帅，怎么会是女帅呀？母亲，你怎么样？反了，反了！儿子，给我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母亲放心，现在就让他死，给我往死里打！你们都是聋了吗？没听见我说话？我告诉你，我可是女帅身边的2把手，你们要是敢不听我，信不信我现在就告诉女帅，让你们全部滚蛋！副官，这大不了，副官，这我们不能碰他。副官，他是，我告诉你们，惹了我母亲，谁来也不好使。就算是玉皇大帝，今天也得给我横着出去。玉皇大帝，
还真是威风啊！这声音是？啊！女帅，看见了吧？这就是我儿子，哼，女帅的副官。看见了。所以呢？这些人都得听我儿子的命令。你傻笑什么？你被吓傻了？我要是你，我就跪下来磕头认错，省得以后死得难看。死得难看？王远征，是这样吗？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子，还敢直呼我儿子的名字！我告诉你，你给我闭嘴！儿子，你这是怎么了？你别叫我儿子，我没有你这么厉害的母亲。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我以前生的那个孽种，和他的妹妹一样，是个丧门星。他这丧门的东西，那我是什么？你是我儿子，他们那个丧门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呀？儿子，别打了，别打了，儿子，我错了，不要再打了。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儿子，还真是讽刺。现在不仅他要跪在我面前，还要拉着你这个母亲一起跪舔。你究竟是？都是属下母亲愚昧无知，还望您大人大量。儿子，你这是……你给我闭嘴！要是不想把我也害死，就跟我一起乖乖磕头道歉。我还要去陪我妹妹，没有时间浪费在你身上。今后我不想在京北再看见这两个人。是。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都听他的？这次真是把我害死了！他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京北的女帅，京北的王。女帅？她竟然是京北的女帅！你姐姐那个臭要饭的，就算是真去卖，想来也没有人能看上她。不如看在我未来公公的面子上，给你介绍几个有钱人。不用，我不需要。贱货，别给脸不要脸！在座的各位都是京北有头有脸的人，你少在这里装清纯。我告诉你，只要你把这里任意一个人伺候好了，就是你姐要一辈子饭也挣不来。我们爷爷就是心肠好，要是换做别人，连看都不愿意看这种人一眼。我告诉你，今天我是看在你是我父亲女儿的份上，我就让我家莹莹勉强给你介绍。我不用，我不需要，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贱货，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现在就发光了你衣服，看你还怎么装纯装清高！别拆我衣服！说我妹妹装，怎么？你们在京北很有排面吗？姐，没事，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冷月宁，你是冷月宁？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臭要饭的姐姐，一股子穷酸的气，比她妹妹还没有教养。你知道我未婚妻什么身份？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动我的未婚妻！你是个什么东西？他是我儿子。今天所有的来宾都是来参加他订婚宴的，不像你们两个赔钱货，一个不懂事，一个没规矩，丢尽我的脸。自从你丢下我的时候，你就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劝你还是注意言辞，否则没规矩没教养的人就是你自己。你怎么跟我父亲说话呢？你他妈的敢打我！
臭婊子居然敢！我不仅敢打你，我还敢杀了你！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放开我儿子！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苟且？我就说了又怎么样？你跟你姐就是两废物，一个是小偷，一个是要饭。你竟敢打我！打都打了，你说我敢不敢？陆宪明，这就是你的好女儿，当着你的面欺负我和你儿子，你就这样看着吗？冷月娘，你赶快给他道歉！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道歉？我是你爹，你敢打我？你当时抛弃我的时候，可有想过自己是个父亲，是一个爹？现在跟我谈亲情，晚了。我的小提琴，谁说那个小提琴是你自己的？废话，这不是我的小提琴，难道是你们两个穷鬼的吗？你还有脸笑？等下让你哭出来！我刚刚是看到这小提琴上有我老师的亲笔签名，我老师的威望，再加上这限量版，少说也得上百个大洋。你今天要是不赔给我，就等着吃牢饭吧。让他赔，不赔的话，咱们就叫警署的人来。你说这个小提琴是你自己的？没错，我老师的签名我不会认错。莹莹，没必要跟这种土包子浪费口舌，我感觉他连小提琴是用拉的他都不知道。你们两个玩意儿啊，现在知道害怕？你不说小提琴是你姐买的吗？哼，就她那个穷酸样，她能买得起吗？我相信我姐，她说是，那就一定是她送给我的。还在撒谎？好啊，我现在就叫警署的人来找啊，到时候就知道谁该赔谁的钱。打扰一下，小提琴后面还粘着一张卡片。这是什么？你是不是跟这两个穷酸姐妹是一伙的？说，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跟他们一起骗我们？我没有，这张卡片就是在小提琴后面的。还在说谎？就他们俩这个德行，他们有那么多钱买小提琴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说实话，信不信我让酒店人把你开了？他一定是被我看穿了，心虚了。亏你们两个穷鬼想得出来，居然买通酒店的服务员陪你们做戏，刚才险些就被你们骗过去。想想也正常，一个臭要饭的，一个服务员，本就蛇鼠无窝，都是趴着看人脸色过活的贱骨头。我姐不是乞丐，到了现在还在撒谎。我看你们姐妹俩不光穷，还很贱，为了撑面子，什么坑蒙拐骗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真是丢脸到家了。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还在这沾沾自喜，我看不要脸的人是你吧？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老师可是很有威望的，你算什么东西？也想霸占我老师亲笔签名的东西？谁想霸占我签名的东西啊？他就是音乐大师，我的老师。孔先生，他不是一般都不会参加这种繁琐的场合吗？他今天怎么会亲临了？那还用说，孔先生肯定是听说我在这儿才特意来的。别忘了，我可是我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个土包子看见了吗？睁大你们的狗眼狗耳，好好看清楚，听清楚，看看一会儿我是怎么跟我的老师寒暄的。姐，这是怎么回事？确实该好好看，好好听。老师，好久不见，您的身体还好吗？还不错。老师，我每次见到你这孩子，我都心疼的不行。说起来，你可是我平生最得意的门生，在西洋乐的造诣上，你可是有着极高的天赋啊。虽然你心疼你姐姐赚钱辛苦，放弃了小提琴的尊严，但无论何时何地，你永远都是我的学生。对不起，老师，是我让您失望了。好了，不说曾经了，
你今日订婚，我是专程来祝福你的。当然，李姐姐得了空，我希望我有这个荣幸，能同你们一起吃顿家常便饭。哎，你看，他们好像陈家大小姐不是说孔先生是为她而来的吗？他肿脸充胖子呗，就是没想到孔先生根本不给他这个面子。没想到陈家大小姐是这样的人，真是丢死人了。怎么回事？孔老先生不是最重视你的吗？你问我问谁？我还想知道为什么。连孔先生这样的人你们都能巴结上，你们说到底用了什么样卑劣的手段？怎么，只许你儿媳学习，就不允许我妹妹学习？你说我以前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她。孔先生是我妹妹私教，你没见过他很正常。私教？我都听见琴声了，孔先生就在家，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孔先生正在单独指导一位学生。不可能啊！我以前问过老师，老师说他不会单独教其他人。其他人自然请不动孔先生当私教，但这位学生姐姐的身份是整个京北都要仰望的存在，而且她跟孔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是谁？竟然能有这么大的面子？你到底是什么人？他不就是个臭要饭的吗？一定是你那位老师年纪大了搞错了。沈司令，是沈司令啊！沈司令来了，那女帅是不是也来了？见过女帅。他就是女帅。难怪连我师父都那么敬重他，原来还是女帅啊！他叫他什么？大帅。不晚，时间刚刚好。月影，我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下聘，我沈行川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娶你一人为妻，绝不纳妾。我知道你是女帅的妹妹，无论如何都是我高攀于你，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管家，把聘礼拿出来。大洋10万，珠宝首饰888件，绫罗绸缎999匹，沈司令名下2天店铺均归冷姑娘所有。10万大洋！沈司令名下的所有良田店铺，那得多少钱呀？你的聘礼太贵重了，跟女帅送你的订婚礼比起来，我这些东西微不足道而已。总有人觉得我们生来是女儿，就一定没有男儿尊贵，不如男儿有出息。越是这样，我越要让所有人知道，我和我妹妹是他们永远高攀不起的存在。姐，有你就足够了。继续吧。京北女帅有命，将名下60万大洋全部转入冷月营名下。日后，京北军共遵旨，凡有胆敢欺辱者，京北军将不惜一切代价诛之。姐，今天是你订婚宴，眼睛哭肿了可不好。该看的也让他们看够了，把他们带下去。今天是我妹妹订婚宴，我不想被任何无关的人打扰。不要！冷月娘，我是你爹，你不能不认我呀！哎呀，冷月云，我求求你了，爸爸心里还是有你的。之前你觉得我们没有出息，就抛弃我，现在觉得我们有出息，反悔了又来巴结我们。世界上怎么有你这样的父亲？哎呀，冷月云，爸爸错了，求求你原谅了我吧，原谅我吧！你个不要脸的，你跑去认女儿了，我和儿子怎么办？混账的东西！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抛弃妻女？我早已经成为女帅的父亲，成为京北城的权贵，都是你的错！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冷宪明，你个王八蛋！
当初是你说他们两个拖后腿，非要承认我给你生儿子，现在女儿有出息了，你翻脸不认人了，混蛋！起了，清场吧。你放开我！现在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了。月影，嫁给我好吗？嗯。来人，上茶。还没到结婚的日子，况且你们就算跪，也要跪高堂。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长辈。姐，小时候你就像母亲一样呵护我，长大了以后，你又像父亲一样站在我身后为我遮风挡雨。我一直以为老天爷不公，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有你做我姐姐，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我宣布，订婚宴现在开始。